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那主要跟大家探讨几个问题，包括一，中共真的捐20万口罩到菲律宾吗？二，武汉部分台湾人返乡，中共在玩弄政治斗争吗？三，两岸对抗疫情有哪些鲜明差异呢？不过，我们先来看两个疫情重点。重点一，南京封城，死亡激增，真实数字仍是谜。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不安，还请留意。疫情持续造成人员丧生，那有不少人呢，突然直接在街头或市场倒下不起，显示病情来得相当急促。而在殡仪馆里也停放着大量的病患遗体，让殡仪馆的资深工作人员不得不唱歌壮胆，才能工作下去。那包括南京、杭州、宁波、郑州、哈尔滨和福州等等城市呢，也在2月4号实施封闭式管理，也就是封城。那目前全中国已经有27个城市封城了。这场疫情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目前仍是谜。不过呢，日前腾讯网站意外披露了一个惊人数据，直到2月1号深夜为止呢，全国确诊人数超过15.4万人，那死亡人数呢超过了2.45万人。远远高出官方的数据，那这项数据呢，稍后又消失了，引发各界的揣测。不过呢，就算这个2.45万人的数据是官方掌握的真实数字，但是呢，也还是被低估了，因为呢，有太多还没被确诊就死亡的人员呢，并没有被列入官方的死亡统计当中，还请大家留意。重点2，习近平隐身7天，中南海有变化。尽管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但是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呢，却意外地消失在媒体镜头前。2月3号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虽然长达13分钟，讲述习近平主持会议、发表重要的讲话，但是整条新闻却是主播一路读稿到底的干稿，没有插入任何画面。再加上2月4号这一天，习近平没有公开的活动和新闻出现，那等于是呢，已经在媒体上隐身了7天的时间。那究竟习近平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在抗疫工作的关键时刻突然隐身了？是健康出现问题了吗？那他如果持续的隐身，会不会对中南海的权力版图带来影响呢？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接下来继续探讨今天的3个重点问题哦。问题1，中共真的捐20万口罩到菲律宾吗？2月3号呢，菲律宾媒体报道称，中共政府向菲律宾捐出了20万个口罩，让菲律宾当局表达感谢。那消息传出之后呢，立即引发海内外华人的批评哦。那有人说，共产党都是吃里扒外的狼，也有人说，中国人最需要的时候捐出去，真正反华的是中共。那这几天呢，也有网友留言告诉我们说，国内百姓无法买到口罩，无法购买到消毒水，无论商场还是网店上都无法购买。全部物资都被国家征用了。在舆论压力之下，中共官方4号出面宣称，捐给菲律宾的口罩呢，是由菲国的华侨社团捐赠的。不过呢，有网友随即质疑如果真的是菲律宾籍人民捐的，那菲律宾政府需要感谢中国吗？那其实呢，几乎海外华人都知道，海外的华侨社团呢，大多数都是由中共统战部在直接控制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那这些侨社呢，仰赖中共提供的资金进行海外统战与情报工作，同时呢，也组织海外华人针对中共所谓的敌人呢，发动斗争等等。所以，尽管中共宣称20万口罩是华侨社团捐给菲律宾，但是呢，不免还是会让人质疑，背后其实是中共在主导。那我们也在上周的节目曾经跟大家提到过，中共过去在1958年开始的3年大饥荒的期间也曾经无视国内的数千万饿殍遍野，大量输出中国粮食援助非洲、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借此铺垫对外扩张的基础。而菲律宾在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呢，与美国关系相当的友好。那菲律宾也是美国印太区战略的重要盟友，扼守南海战略位置。那再加上中共近期呢，因为南海主权问题与菲律宾政府关系比较紧绷，因此呢，中共有充分的动机通过输出口罩来笼络菲律宾。一方面呢是要缓和南海主权的冲突，二方面呢是试图分化美国与菲律宾的战略同盟。问题2，武汉部分台湾人返乡，中共玩弄政治斗争。我们在前2天的节目里呢，曾经分析过，中共阻挠滞留武汉的台湾人撤回台湾，可能有3个原因：1、俘虏政治人质，报复大选惨败；
2. 制造疫情，嫁祸台湾政府。3. 为红色代理人创造政治资本。那2月3号深夜呢，第一批滞留武汉的台湾人终于搭机回到台湾，随即接受隔离观察。那果不其然隔天呢，媒体随即宣传说某政党的7人小组呢，协助台湾民众返乡是最大功臣，那化解了蔡英文政府呢不被中共理睬的困境。那这一点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分析。不过呢，要强调一点了，我们不是反对哪个政党协助救援民众回乡，这都是好事。我们是要揭露中共在绑架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危，玩弄政治权术与斗争，试图呢帮红色代理人创造政治资本，打击政敌，却让台湾社会陷入不安之中。那中共究竟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呢？已经昭然若揭。问题3：两岸对抗疫情有哪些鲜明差异？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和抗疫过程当中，中共当局呢与台湾当局的应对手法和态度形成了高度鲜明的差异。那也充分反映中共集权体制与正常政府体制的差异。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谈。差异1：官方行动与信息。台湾在1月21号发现首例肺炎确诊患者之后呢，当天蔡英文随即在脸书上发出信息，公布疫情，请民众不必恐慌。那稍后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呢发出一张海报来宣传防疫，那请民众保持镇定，戴口罩，勤洗手。同时呢，公布了全台湾的口罩与病床数据以及求助电话，并且强调民众接受隔离治疗的费用呢将由政府承担。那文宣虽然简单但是各项信息公开透明，引发中国网友的回响。那有中国网友说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也有人说防止恐慌真的只需要这种类型的海报。那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呢也扮演起记者邀请2位传染病专家进行采访问答，告诉民众这次疫情的特征以及该如何正确防范。至于中共官方，12月初呢出现疫情之后，官方却保持沉默，直到12月底才有一份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紧急通知流传出来，那官方才坦诚出现疫情。然而呢，中共当局对于疫情始终采取不透明、不公开的态度，先否认疫情会人传人，但是呢，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直到1月20号才正式承认病毒会人传人。但是直到现在官方仍在极力的掩盖疫情真相，设法控制舆论，压低伤亡的数据。那中共中宣部呢，还下达内部通知，禁止媒体披露疫情真相。那两相对比之下呢，台湾当局让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化，取得民众的信任，而中共呢对疫情的应对作风其实是掩耳盗铃，想要眼不见为净。但是这种集权压制式的维稳思维不但让人民焦虑无助，反而呢会酿成更庞大、更失控的公共卫生危机。差异2：官员态度。2月4号，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呢，为了指挥从武汉返回台湾民众的防疫工作，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但是呢，当发现其中有1名台商确认感染肺炎之后，陈时中在记者会上不仅哽咽拭泪，频频落泪。稍后呢，卫福部的脸书涌进大批民众，超过17万人按赞，超过7万人留言，表达对卫福部防疫工作的肯定。那中共官员对待人民的态度呢，则似乎大相径庭有武汉民众为了帮助罹患肺炎的母亲求医四处碰壁。那最后呢，找上当地的党委，但是官员依然是不闻不问。我一起的朋友昨天在7医院看病，千万不要信政府的报道。我手机里面就有别个叫得死的2个人。我们请这里响应国家号召，4例在5例隔离，老子不的老娘他们的真是。此外呢，还有武汉医院护士呢出面指控当地的金银潭医院有空床，但是呢，当他想带父亲前往住院，却被院方告知不对外收病人。这也让护士不禁质问：请问里面住的是皇亲国戚吗？那中共官员对人民性命的冷漠和忽视对医疗资源的掠夺寡占，充分体现出中共体制造就的是一个唯我独尊、草菅人命的特权集团。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的冷漠腐败了但是呢，民间对党官的批评声浪却是越来越多。差异3：保护人民还是保护官员？台湾出现首例确诊病患后，台湾当局下令停止口罩对外出口1个月，以确保本地民众在30天之内能够取得足够的口罩来使用，避免感染病毒。
那还有口罩工厂呢，主动放弃了来自跨国企业的订单，优先制作口罩提供给台湾民众购买，还强调不涨价。同时呢，还有民间企业宣布免费发放50万片口罩，并呼吁尽量将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那面对肺炎来势汹汹呢，台湾官方与民间纷纷动起来，尽力帮助人民保护自己，对抗肺炎。至于中共方面呢，一开始对外宣称一切医疗物资充裕，但是许多民众却高喊缺物资、缺口罩、缺病床，而且呢，各级政府还不断拦截口罩等医疗物资，就连海外华人寄回中国的口罩包裹也不放过，通通征收。但是后续这些物资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知道。此外呢，海内外许多中国人发挥了爱心，捐赠物资到武汉红十字会，但是呢，却不断有视频或网络信息出现，指控呢物资都被红会与当地官员囤积起来，并没有发送到前线医护人员，甚至呢成为官员的特权用品。甚至还有中国民众意外在网络上买到自己捐去武汉的物资，让他哭笑不得。此外，中共也可能涉嫌向菲律宾输出20万口罩，以换取菲国政府的感谢，改善这个双边的关系哦。那从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场疫情当中，中共官员真正要保护的对象啊，不是人民百姓，而是利用特权夺取物资，保全自己的生命与财富。差异4：应对疫情举措。在台湾，针对疑似病例或者是从中国回台湾的民众呢，政府是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协助民众检疫或者就诊。以武汉回台湾的民众为例台湾政府提供1人1室的方式呢，帮助民众进行隔离观察14天。我们也很感谢机关署的，还有就一路上的工作人员的帮忙，还有海关的人，但他们。然而，在中国有不少政府单位的防疫和抗疫工作呢，采取相当极端的手段，几乎将人民视为敌人来对待。不但对民众拳打脚踢，在住家门上贴上歧视性的字条，甚至还用木条把民众家门口强行封锁，似乎不管人民的死活。甚至强行抓捕疑似病患或者从疫区来的民众，那处处体现出中共暴力维稳、迫害人权的惯用手段，毫无人道和人性可言呢。差异5：文宣标语。我们知道，宣传工作是各国政府防疫的重要策略之一。那在台湾呢，政府的防疫宣传标语其实相当的平常，通过理性的文字陈述，或者是简单明了的插图设计，告诉民众如何防范疫情。因为从危机传播的角度来讲呢，在面对紧急状况的时候，平和实在的语言不但可以清楚说明信息，也比较能够让人心安稳。但是反观中国各地民间的宣传标语不但缺乏清楚资讯，反而处处充满耸动、恐吓的极端语气。比方说，今天上门，明年上坟；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拜年就是害人，聚会就是找死，等等还有呢，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等等，那透露着中共的文革斗争习气，甚至还有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那言辞心态跟黑帮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那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共政权的黑社会本质。不过呢，要强调一点我们不是批评制作这些文宣标语的人不好，或者是批评中国不好，而是呢，整个社会和官场都受控在中共常年的党文化灌输和假大空、假恶斗的习气底下，所以呢，造成人们不容易静心思考该如何理性的沟通，只是一味的想要借着言语暴力还有恐吓语气来制造民众的恐慌和恐惧，达成社会控制的效果。那万一呢，言语暴力说不动行不通，再动用军警等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来高压维稳，强制扫荡一切影响稳定的不安因素。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两岸抗疫行动的比对。那大致呢，可以总结出几个重点：一、自由政府保护人民，中共政权保护自己；二、自由政府重视人道与人权，中共政权忽视人道，迫害人权；三、自由政府理性施政，中共政权极端施政；四、自由政府与人民平和沟通，中共政权对人民暴力恐吓。那两岸的差异不是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差距，而是体现出中共体制与正常政府的差距。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我的频道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当有新的节目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